你是否在梦中经常梦到似曾相识的场景，或者有人常常梦到自己会飞，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以致初醒时分，自己就认为本来就会飞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源，今天我们开始聊聊科学与莲花生大师的梦境中阴修法。梦学已引起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、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的青睐，此一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重视。他们采用科学方法，结合宗教理论经验，大力探索梦学领域的奥秘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梦极其富有深刻的创造力，靠训练梦境，有效医治心理与生理上的创伤，改善人生观与价值观，回溯前世等等，都挤在诸多领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如今已成为全世界人们的热门话题。尤其令人瞩目的是，在源远流长的雪域藏传佛教中，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琳琅满目，比比皆是。在1000多年以前，自从莲花生大师传授六中阴引导法，特别是梦境中阴修法与相关窍诀之时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梦学研究的先河。从此以降，藏传佛教诸宗各派高僧大德，前朝后代言传身教，传授了众多殊胜窍诀，言传至今，极为成著，法宝流广。然而，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局限，雪域大地一直与世隔绝，这些宝贵的佛教文化遗产无法令世人知晓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通讯技术的发展，沟通渠道快捷便利，世界仿佛变得越来越狭小了。由此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相互交流日益频繁。在这样的文化共荣的大潮流中，佛教，尤其是藏传佛教，不仅仅吸引着众多有识之士，而且引发更多的人信仰皈依。借助佛法的理论与实践，不仅可以拓宽科学研究视野与思路，增添应用方法，而且佛法更能净化人心，造福人类。为了能与从事梦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，更主要是为了真正学修佛法的善男信女提供帮助。依据雪域历代大德有关梦学的理论资料和记录，向大家阐释一点梦学方面的知识与修法。首先谈谈梦的产生。睡眠是产生梦的基础，在认识梦的产生之前，先追本溯源，我们谈一谈睡眠的话题。睡眠与死亡的过程是十分相似的，一般人在正常死亡过程中都要经历隐酶次第。所谓隐酶次第，就是组成肉体生命的有机质能。地、固态性；水、湿性；火、热性；风、气性；是空五大中，前者依次隐没于后者的过程。同样，人们在正常进入睡眠状态时，也要经过细微隐没次第。头部出现轻微沉重感，有人会不自觉的口角流涎，此即是地融入水；见感昏沉，额头出现热感，眼睛闭合，眼睑不动，此即是水融入火；自感朦胧，心念沉缓而动，呼吸清晰均匀，此即是火融入风。五识、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和身识融入意识，意识融入阿赖耶识，身心进入沉睡状态，此即是风融入识，无任何分别念，完全沉浸于虚空般氛围，此即是识融入光明。这里所讲的光明，如果我们梦中已能清明认知，那就有可能在临终出现光明时加以识别。但是未曾修习梦境修法的普通人，在识融入光明之际，无任何感受而沉入昏睡之中，无法予以认识和把握。又因为每个人四大与风脉明点的构成机制并非完全相同，所以在隐没次第出现时，也有时间先后次第交错的差别。另外，人在死亡过程中一般要出现明增得，也就是白光、红光、黑光三种现象。人在入睡时，也要经过细微的明增的白光、红光和黑光三种征象。一般而言，人们在入睡过程中对这三种征象是没有什么感觉的，而某些较为特别的人则存在明显感受。乔美人波回顾他36岁时的情况时说：“我当时体弱乏力，一天到晚都在昏睡。有天深更半夜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，在半醒半睡假寐之际，眼前黑影晃动，影影绰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。我心里感到有些惊恐，吓得瑟瑟发抖。突然间，耳畔响起明明明、轰隆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声音。我见到这种情形，马上修升起次第来加以遣除。
但没有多大作用，我只好观察自心，寻找恐惧的来源，凝视而住。这时眼前出现一束皎洁之光，就像射进窗棂的月光一样。我想这肯定是白光线，像我觉得自己失惊死了，感到更加害怕，万不得已放下一切，坦然安住在恐惧的念头上，心中的畏惧感顿时缓解。后来面前出现如火星四射般红光闪烁的景象，也就是红光现象。我又感到恐怖，仍采用前面坦然安住的方法予以化解。接着身心出现从未有过的沉重感，直觉告诉我有可能黑光现象出现了，身体动也不能动。猛然间我内心深处有种感觉，这发生的一切不是死亡现象，而是梦境显现。既然如此，应该醒过来。我使劲挣扎着从睡眠中醒来。堪布鄂琼仁波切也有类似的经历，他在年仅1岁时受到一位仁慈的老奶奶无微不至的照看，平时他就在老奶奶的温暖怀抱中入睡。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，夜晚我在老奶奶怀里要睡觉时，耳边总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眼前则突然出现如同太阳照射在雪山上的反光，晶亮耀眼。过了一会儿，白光变成浑然一体的红色光晕，宛如一片彩霞，红得似火。我心里感到一阵憋闷。忽然蓝光滚裹着白光，红光被光晕席卷到里面，瞬间我闷觉过去了。片刻之后，我处于无有终边的明空境界，接着一切都充满白红黄蓝绿5种色光，艳丽缤纷。中间是像簇簇灌木丛的光团，周围有大大小小晶晶莹莹的颗颗明点，散射着无量光焰。与此同时，许多状如兵器般的束束光芒刺入眼帘，心中感到万分恐惧。我一边喊着奶奶，一边嚷着怕怕。老奶奶赶紧点起酥油灯，照着我说，不用怕，你看看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通过以上事例，我们深入分析，就会得到一个结论：每个人在睡眠中所出现的3种现象，因人而异，景象分成。乔美仁波切等于切和鄂琼仁波切的各自经历，从总的方面看是很相似的，但若仔细观察，将它们各自现象做比较，就能发现，无论是显现形态还是整个过程，都有许多差异。乔美仁波切显现3种现象尚未结束，就已从睡眠状态中苏醒，而鄂琼仁波切却是3种现象结束后进入明空无别境界，甚至与法性中阴显象相似的光与力都出现了。我们刚才讲到的隐没次第和3种现象，二者在理论上它们的出现有一定次序，然而正如在《修行明灯论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，在实际情况下，它们出现没有一定规律。无论怎样，隐没次第和3种现象都要融入阿赖耶识，本来阿赖耶识最终也要融入光明，但我们一般人这一感受丝毫无法觉察到，一直都处在阿赖耶识的状态当中。在了解了一些有关睡眠方面的基本知识之后，我们转入正式话题，谈谈梦是如何产生的。印度先达博日大师讲到梦的产生时说，于此增向阿赖耶为生意识即成梦。这颂祭词是说，阿赖耶识中生起意识是梦形成的基础，而意识包括无分别意识和分别意识2种。无分别意识是产生梦境现象的机缘，它不存在任何辨别。分别意识是在无分别意识上升起现象之后加以是非判断。不论无分别意识还是分别意识，在形成梦时往往带有习气成分。要形成梦，虽然也需要其他因素，但产生的主因就是迷乱的习气。那若巴大师指出，昼依外境迷乱心，夜依习气而迷失，终因一夜现错乱。这个意思是讲，我们白天的迷乱不能排除习气与业力的作用，但主要是受外部诱惑。夜晚的迷乱同样不能排除外境与业力的作用，但习气起主导作用。同理，中阴的迷乱也不排除外境与习气的作用，但主要是受业力牵引而扰乱自心，具有习气的意识自阿赖耶识升起，在风的鼓作推动下进入身体各部位经脉网络中，从而开始做梦。意识进入身体脉络网中，若是清净善脉则是吉祥之梦，若是浊滞恶脉则是凶险之梦。意识分别进入胃、肝、脾等内脏脉络，就会梦到非人、凶猛、野兽、妖魔鬼怪；意识进入泌处脉络，就会有男女贪欲之梦；意识进入肛门或者脚底部位脉络，就是堕入地狱之梦；意识进入脐部脉络，就能出现6道轮回混杂交错的景象。
如果意识进入宽脉，就会到广阔无垠之境；若进入窄脉，则会到峡山僻壤。意识进入活跃脉络，会梦屋下富广乐亦欢喜；意识进入僵尾脉络，会梦贫穷饥饿困苦难忍。如果以前意识早已习惯进入某一脉络，所觉所感就如熟人就舍似曾相识；如果意识进到以前很少去入的脉络中，就会梦到人生地殊之处。意识进入眼部脉络，则见五颜六色缤纷显现；若进入耳部脉络，则闻歌乐萦绕声声不断；若进入鼻部脉络，则嗅气味；若进入舌部脉络，则品尝百味享用饮食。如果意识进入心脏前方部位脉络中，就是去往东方之梦；意识分别进入心脏左方、右方和后方部位脉络中，就是前往北方、南方与西方之梦；意识进入心脏下方部位脉络，就会梦往崎岖峡谷，落入深洞或处在黑暗之中；意识进入心脏上方部位脉络，就会梦到攀山上岗或者高空飞行。如果意识进入脑部脉络，就会梦到愤怒像和佛殿等景象。本来大脑是人类复杂又重要的器官，在大脑各个部位，也就是以泛穴为中心的八方区域，都存在着极其丰富敏感的脉络群。例如在枕骨部位，有一名叫瓦门角，借用某一动物之名的脉络。诸如此类特殊脉络在大脑中是有许多的，由此所做之梦也是各具特色的。对于风推动意识进入脉络产生梦这一观点，一般人总感到太神秘了。往往人们对百思不得其解的事，就自以为如何主观臆断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事实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。经验告诉我们，因身患某些疾病，有时做些噩梦，或者手按放在胸口，常常梦觉沉重压迫感。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，正是身体某一部位因病痛脉络壅塞或压制所致。反之，假如脉络运行与梦之产生毫不相关，那么身体罹患疾病与重物按压也就不会对梦有任何影响了。这在西藏一点月光论中有明确阐释。这期视频节目我们先谈到这里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谈到梦的产生和如何训练梦境。